闻佛音，见佛法，欢迎各位师兄收看今天的节目。谁也不会想到，今年的第5号台风杜苏芮会造成如此大的破坏。在肆虐了菲律宾、台湾、福建、江西等地区后，杜苏芮继续北上，在京津冀地区又引发了一轮堪称恐怖的降雨。在这轮水灾里，北京门头沟也成为了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降水量甚至超过了11年前的 7.21 特大暴雨。截止目前，已经造成11人遇难，27人失联。在各大官媒的报道和网传的视频里，到处都是肆虐的洪水，场面触目惊心。首钢大桥，昔日热闹的冬奥公园，如今也被淹没在永定河咆哮的洪水中。无数受灾群众只能眼睁睁看着道路被汹涌的洪水冲成了河道，一些简易房屋被冲垮，几吨重的汽车如同浮萍般轻松地被水流冲走。尽管灾难无情，但就像以往一样，那些逆行者们又一次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在抗洪一线，消防官兵们仍在努力进行救援，不放弃任何一个生命。在街头巷尾，公安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们仍然在坚守，努力维持着交通秩序，抢修供电和照明。在塌方现场，那位 K396次列车的乘务员与同事们徒步800米，将物资运回了滞留的火车。那句穿了这身衣服，我就得对得起大家，虽然嘶哑颤抖，却又无比坚定，令人安心。然而，就在大家正万众一心，努力救灾的时刻，有些人却不顾众人们的辛劳和苦难，说起了风凉话。一条全网呼吁著名作家叶三出门游泳的词条上了热搜。大多数网友或许对这条热搜有些莫名其妙，叶三是谁？为什么要他出门游泳？事情的起因还要从之前说起。早在29日，为了防范即将到来的强降水，北京地区就已经逐步停运了多条公交路线，关闭了部分地下停车场，也取消了不少演出。反应迅速，防控到位，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在极端天气下市民的人身安全。按理说，这样的应急措施应该值得我们称赞才对。然而，一名叫叶三的女作家却偏偏突然跳出来唱起了反调。她言辞激烈地指责这些预警应急措施服务质量低，对策不合理，没有听取自己这种群众的意见，影响了自己的生活。除了对着政府一顿排比输出之外，他还把矛头对准了天气预报，嘲笑预报不准确，甚至大骂这些措施就是为了推卸责任，是官僚主义。有网友好声好气地向他科普人类想要做到精确预报并不可能的时候，他更是直接辱骂对方是找理由的贱民，还大言不惭地宣称这些应急措施都是懒政，是吓唬人。更恶心的是，有人拿当年 7.21 特大暴雨向他科普提前做好防灾措施的重要性时，他又抛出了那套经典的都是政府的错话术。一句句脑残言论里充满了不可一世的傲慢和不屑。自己想出门出不了，就借着自己作为大 V 的影响力，用情绪化的语言去带节奏，完全不顾客观现实。这样的人也配称自己为作家？小编真的想请问一下这位作家，如果大雨不存在，那这些降水分布图、受灾民众的呼声和现场的视频，难道都是假的？如果摆事实、讲道理的网友都是贱民，那你这种张口就来、胡说八道的人又是什么东西？如果不是他口中这些不合理的警报和应急安全措施，出现更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谁来担起这个责任？由你这个作家来担吗？不仅仅是叶三一个人，在网上还有不少博主和网民也在这轮席卷全国的台风灾害里大放厥词。雨没下到眼前就是不存在，发红色预警停工停业就是怪异，喝不上下午茶，他们就说防洪是制造恐慌，甚至嘲笑别人胆小，用沙袋防洪。你可能会很奇怪，杜苏芮破坏力这么大，他们难道看不见吗？他们当然看不见，因为在受灾民众们无家可归、基层的逆行者奋力救援时，他们正忙着在高楼里吹空调，对着政府和人民满嘴喷粪，
哪有时间关心人间疾苦？幸好，这样的人是少数。面对他们的脑残言论，无数网友反向对他们输出。热搜下面的评论区里，批评叶三这类人的评论不断涌现。他们不断向这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作家说着优美的中国话。我觉得那句特色巨婴形容的尤为贴切。面对重大灾害，凡是影响到他们生活的措施就是不合理、懒政。一旦触及自身利益了，又开始挑三拣四，嫌这嫌那，仿佛国家所有机关都要为自己服务，公共资源都要为自己享用，既要自由又要安全，满心装着的都是自私自利，置他人的安全和利益于不顾。这样的人不是社会巨婴又是什么？还记得之前的巴厘岛火山爆发事件吗？早在9月份、10月份，领事馆就连续发布了12条警告，提醒大家火山活动频繁，不要前往当地。然而，外交部的声明很少有人听进去，还是有大批游客前往，最终被困住，只能等待祖国的救援。可令人愤怒的是，在祖国派遣飞机第一时间赶到巴厘岛将他们救回来之后，有些人不但不感激，反而冷嘲热讽地说国家竟然让他掏钱买票，真是三观震裂。明明是自己不听劝告，把预警当成耳旁风，结果遭遇本可规避的风险，还浪费了国家资源，怎么有脸说出这样的话？国家之前的撤侨行动从不收费，为什么唯独这次收费？他们心里没点数吗？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去年的四川彭州山洪里，明明树立了不允许下河的牌子，装上了铁丝网，他们还是不管不顾，非要下水。明明管理员已经带着哭腔哀呼：“我给你们跪下了，求求你们，快要涨水了，你们快跑！”他们还觉得自己不会有事，一边搓着麻将，一边笑着说打完这轮就跑。最后呢，听劝的离开了，活了下来；不听劝又运气不好的，被洪水冲走，永远的离开了。看完这些事件，你会发现，这些巨婴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总是希望通过麻烦别人来方便自己，挑战规则，漠视自然，甚至将别人所做的一切当作理所当然。疫情来临时，他们觉得医护人员、志愿者无私奉献是理所当然的；洪水来临时，他们觉得人民子弟兵、救援队来拯救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不听国家劝告，以身犯险，在国外遭难了，又觉得国家带他们免费回家也是理所当然的。永远向往自由，永远不听劝告，永远漠视规则，永远麻烦他人。没遇到危险时说你凭什么管我，遇到危险了又说你凭什么不管我，真把国家和社会当自己男朋友。巨婴们的言论和行为，如果只是暴露了自己的愚蠢与自私也就罢了，就算最后自讨苦吃，也根本不值得同情。但最可怕的是，他们有可能会损害别人的利益与安全，让他人为自己的无知和鲁莽做出无谓的牺牲。看到那些巨婴的言论之后，我想起了一些人。我想起警察张宁海在救援黄山18驴牺牲后，被营救的18名大学生竟然说出警察救助自己是应该的，他们拿了纳税人的钱就该办事的言论。我想起2019年深圳蓝天救援队的队员徐挺秀、尹启鹤，为了掩护不顾台风预报，进山寻找刺激的受困者撤离，被山洪卷走，不幸遇难。我还想起辽宁鞍山那个23岁消防员，他为了救不听劝阻在危险冰面上遛弯的大爷而牺牲。这个世界上有漠视生命、自私自利的巨婴，就有尊重生命、义无反顾的英雄。而那些自私自利的巨婴们，之所以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家里，在网络上大放厥词，正是因为这些英雄正在替他们负重逆行。巨婴总觉得防洪防疫的措施是小题大做，制造恐慌，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可是他们有没有想过，这些英雄们何尝不希望自己是白忙一场？预计的坏事没有发生，就意味着不会有人受灾，他们也可以避免危险。这样的场面，难道不才应该是我们大家都想看到的吗？要知道，英雄们与我们没有不同，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他们也是别人家的儿子女儿、丈夫妻子。
我们生在这个国度，当然会受到国家和这些英雄们的保护，但并不是说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该被无条件的包容。我们不愿再看见巨婴们自私自利的行为被冠上自由之名，却要求英雄们做出血淋淋的、理所当然的牺牲。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聊到这了，希望大家动动手指，转发也是一种行善。一个善良故事，每看见一次就是种善因的开始，每一次转发就是一个小小的善举。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